赤壁的熊熊烈火粉碎了曹操霸业，魏蜀吴三国争霸从此皆开序。呀！当然，这个曲儿非常诡异啊。好了，来看看传说中来自于这个装逼狂魔啊，我飞哥啊，装逼狂魔我飞哥，然后还有这个迷失啊，太客气了啊，迷失这个。给我发完之后啊，这个不是说那个装逼啊，不给你解说啊，因为这个可能时间长是忘了，这个不能赖我。官飞呢，说句实话啊，这个官飞啊，小狼做过好几次，其他人呢也做过。官飞这个呢表演呢，咱们为啥说秒19啊？秒19啊，它难受在哪儿啊？就是很多人说要有瑕疵啊，你不秒20，你出来干什么啊？它关键这个东西它就。你像什么官僚啊、官飞啊，就因为你有时候你涉及到这个左慈吧，你就会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现在秒19呢是大家伙都比较了解的，秒19呢也非常好看，因为关羽这个人啊，你要知道啊，他的暴力程度不亚于这个赵云，只不过灵活程度呢偏低一点，他的暴气。哈，一个看刀啊，不是看刀，反正那个前手吧啊，就是这个就非常的暴力啊，大家伙都了解。操作者呢，大家伙都知道啊，是我飞，然后还有这个迷失，迷失的关羽啊，这个飞哥的这个飞哥啊，这个有点东西的啊。迷失呢，刚才也是非常客气啊，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啊，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个不要啊，不要，哎，不要停，哎，对，不要停，哎。大概是这个情况，这个很多人一直在吐槽说关羽的帽子是绿色的。关羽帽子是不是绿色的呢？是绿色的，但是关羽的帽子呢，他那个时候没有绿帽子的定义啊，所以说他的帽子是不是绿色的这是无所谓的啊。刚才我看见我柱哥来了，我柱哥不要个逼脸，说我是拉尔夫狼啊，怪怪的啊。刚才撇了个飞机，然后坠了，好了，又差点坠卡。这个是。Angel 英英是啥意思？天使中中，太狠了啊！好，来看看，这样的话呢，但凡啊，这种不是以赵云为主体的这个玩法呢，都是要走这个人盾路线啊。人盾书呢啊，基本上好多人都忘了这个盾书了。其实早在第一关的时候呢，这个密室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下来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诸葛亮好抢啊，诸葛亮一上来就插一个擎天锁。其实人盾书吧，这个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那种玩游戏就是特别毒性的人，明明是一个团队配合的游戏，非得玩的毒性，精神病啊，这不纯扯的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无崖子。好了，看看，现在啊，接下来就是见证齐猴的时刻了啊！好了，我柱今天，哎呀，我柱今天是咋的了？我柱今天看来是要把我包下来了，是吧？啊，又是他妈人家刚把飞机发出来就说坠机了，就有点过分的你们。好的，当然呢，很多人大伙儿都了解啊，小狼解说的这个难度啊是普通难度。官飞呢，如果说天王的话也有，但是其实吧，秒杀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秒杀呢天王跟这个普通的区别大不大？按理说连招不大，但是区别确实也挺大的。不过呢，就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玩家的智慧啊，这个普通也无所谓，毕竟咱们玩这个游戏啊，它不会因为它是难度变高，然后敌方的防御力变高了。啊，对吧？它这个只能说敌方的攻击力变高了，或者说是敌方的 AI 还有这个出兵以及这个有的时候发招但是呢，它毕竟还是让你打4招1式加3追的，只要这个设定不改，你照样是能秒。你别说你是天王难度，就是天王老子他难度也是能秒的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呢，咱们是走到这个路线之后呢，咱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反正是长点气儿。关羽打气儿呢，目前为止呢是要比张飞要好打而且主要呢是以关羽的这个输出，关羽的暴气输出为主。秒一些那个需要秒杀的怪呢，必须要用关羽的这个必杀加上张飞的升级暴气才可以。张飞呢有一个好处啊，为什么张飞稍微稳一点呢？张飞同样在能吃张灵剑的基础上呢，注意力非常稳的基础上呢，还能再多吃一个这个白杆酒。
所以说是大大的增强了这个宝物的分配能力啊。你也知道这个游戏当中呢啊，最难得的2个宝物呢，一个就是招安状，另外一个就是杜康酒。这2个宝物呢是这游戏当中的神器。如果你有这个无限杜康酒，那还有无限这个招安状，那只要来个人就能秒啊，会秒杀的人，那所有的 BOSS 都可以秒了。但是问题在于呢，就是这东西就是这点啊。然后呢，张飞呢配上白干酒啊，就非常牛逼。很多人的黄忠也能配，对，普通黄忠啊配上白干酒也一样。但是玩普通黄忠的这个赵云和黄忠的这个组合秒杀确实有点难啊，它有点难，是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人，抢了书还不让你加书。那种人他妈，那种人就是不要个逼脸。你愿意啥时候放？你有本事趁我被打的时候你放，然后我加不进去。但是呢，你凭啥呀？玩个游戏这是有点逗的。好了，打出来，张飞吃补，该吃补有点吃补。好了，玩刘氏，看呀，一会儿关羽大手啊。大喊呀！哎呦我这回风扫叶追猎，这个关羽这个前手只能用一句不要脸。好了，关羽追地，关羽追地啊！关羽追地其实比较难啊，当然关羽追地呢能不能连招也能连。关羽追地跟诸葛亮是一样的，追完地之后呢反 A， 你直接 A 不好使，你得反 A 然后飞龙在天，牛逼的啊，有点东西的啊。最后呢，关羽追地，关羽绿帽，口二哥，绿帽子呢是在这据历史所记载啊，它是成于这个元朝啊，咱们中国版图啊被元朝统治的这一段这个期间，然后呢，这个在明朝的时候就开始流通，等到清朝的时候，绿帽子就已经比较稳了啊。绿帽子最开始是啥呢？这个绿帽子吧，最开始是就是这个，它并不是那个意思啊，它反正它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啊。说我给谁戴了个绿帽子，或者谁老婆给他戴了个绿帽子什么的啊。这个吧，如果按照我说啊，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绿帽子》。我记得那个电影啊，我以前还想解说呢。这个电影说句实话，有点微有点这个，反正不太适合这个上映。反正是你要是不剪的话，是应该挺这个电影挺写实的。它是一个这个，反正大伙儿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人，廖凡那时候很不出名啊，他演这个人啊，这挺有意思。你们有还有郭涛。那个电影吧，我看完之后啊，反正挺发人深省的啊。好了，看看咱们玩的这个呢是《荼蘼传说》，这当然呢，这个其实就是版权问题啊，就是跟原版呢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说大家能理解就好了。啊，直播的录像为什么不能快进看？为什么？首先是为什么要快进看啊？其实呢，这个你可以看很多版本。以后呢啊，你狼人如果出工作室了，像这种的每一个 boss 要秒杀的时候呢，就专门给它剪辑出来，然后把这个，比如说咱们秒杀19个 boss， 把这19个 boss 秒杀的时候呢，讲解一下，对吧？就完事儿了，很简单。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啊，这过程也很重要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其中呢要讲一讲故事啊，对吧？你故事拉一裤子，你得讲故事啊，对不对？那你这个，但是吧，我是说什么情况呢？啊，就是说直播吧，有的时候你像咱们得腾点时间呢，对吧？你这个完成很重要。他这个宝怎么获取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他在这个地方，你看他3颗气了，但是你无论你怎么打都是2颗气，你会觉得他妈这人不要脸，他怎么2颗气我，对吧？他怎么3颗气我2颗气？同样是打那些兵，同样是摊打那个多少下，然后长多少气儿，可是你不知道人是在哪个地方鞭尸的，人在这个地方打了多少兵，这个宝怎么来的，对不对？你都不知道这些技巧，所以说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啊。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们玩那个。比如说你们现在考试呢，这个给你比如说给你出个应用题，比如说一个农场啊，鸡的数量是鸭的数量的2倍，但是鸭又比鹅多5只啊，然后整个动物的脚呢，一共加起来是78只，请问一共有多少只啊？请问一共有多少个这个小鸡，多少个小鸭，多少个小鹅？好的，直接烫死。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非常简单啊，升级暴气超必杀，就是来重置啊就可以。
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你看啊，但凡是这种题，你会说啊，你会这么写一个解，现在一般就3个点是吧啊？先写个解冒一个解，然后冒号，然后啊，我们已知啥啊，这个什么 x 加什么什么什么等于几，然后又已知什么什么什么等于几，然后套用一下公式，然后或者说是几元几次方程，然后咔最后导出来啊，一共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反正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小鸡，多少个小鸭，多少个鹅啊。然后就让你求这个 x y z 的值，然后假设你非常牛逼，你直接就把这个值说出来了。你说老师，我知道啊，一共有13只鸡啊，64只鸭，12条鹅。老师说你就是对，就怕你是抄的，你得告诉我你怎么解出来的，对吧？对吧？你这个过程很重要，是吧？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就不叫秀了，这个秒杀大伙儿。其实这种秒杀吧，相反的，对于这个现在很多业内的人士都知道，这种玩法呢，如果按比赛来说呢，它的加分是很低的啊，它加分是很低的。如果全程都用升级爆气秒啊，就是比如说诸葛亮啊这种不要逼脸，诸葛亮和赵云这种不要逼脸，他俩秒杀把20全秒了，未必能获冠军，未必能获得冠军的，知道吧？好了，这个 KCK001，这个有点东西，有点意思啊。这个其实啊，现在有很多啊，这个很多人说啊，什么微积分，有很多什么各种方程，然后各种什么要再加上，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就看有一些题吧，有时候那时候真的啊，如果普通学生、中学生看不懂的题啊，像什么很多人说奥数啥的啊，就是各种解啊，太嘚了。然后你说那个 Python 这个，我是没用过这个软件，但我知道啊，它能解一些这个题啊，能解一些题。但是呢，这个呢，我最近了解这个软件是啥呢？我一个哥们儿去面试，他面试呢，这个面试阿里，然后阿里给他出了一道题，面试题。这个面试题是啥呢？就是其中就有一个说是怎么回事？说有点像啊，我想想啊，他这个题怎么说的呢？我找一找啊，这个他这个题挺有意思。我当时我记得啊，我还参与一道，反正可以用二进制来解，用二进制来解。我搜一下啊，他这个题挺有意思的啊。我朋友是去面试嘛啊。好了，我应该能搜一下。啊，这个题叫猴子吃桃，每次吃总量的一半，然后在吃这总量的一半的时候呢，多吃一个。等到他吃到第10天啊，就是当前总量的一半啊，等他吃到第10天想吃的时候，发现只剩下一个桃了。啊，求最开始一共有多少个桃？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说这猴子吃桃，说每次吃这个，比如说假设咱们现在有1000个桃，然后每次呢就吃一半啊，然后在一半的基础上多吃一个，明天呢再吃剩下的这个都之后呢再吃一半，然后再多吃一个，等到他这个第10天之后啊，这个就只剩下一个桃了。啊，然后第一天一共有多少个桃？就这样的题啊。好了，一个白干酒，选择用白干酒去报，这个设计的有点过分了啊。好了，可以看到呢，刚才好像我在说题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点失误吗？有的时候它有补救措施的，兄弟们啊。正常有的时候是有补救措施的，比如说一般用张灵剑可以补，或者说用这个什么用这个紧急爆气，因为你在爆完气之后呢，还可以用这个杜康酒再爆一次气。反正我刚才没看，我看他最后用了一个白干酒啊。第一天有一堆桃，
对，应该是失误了，我没有看见啊，这个赖我，因为我解说呢，这个毕竟啊，所以说一心不可二用啊。这个刚才我看着好像是失误了，因为这个，但失误能不能补救啊？能。一般来讲呢，用张灵剑补救啊，这个或者就是你像后面的 BOSS 啊，秒不掉的，有时候张灵剑补救啊，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啊。这个不是，这是装逼狂魔小飞飞和这个迷失之风啊，以下简称迷失啊，是这个情况啊。然后刚才那个人说用那个软件，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叫什么 PYTHON 那个软件。好像就可以把这个题就是编写出去，就是至于怎么解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拿这个来求这个值。后来我记得我看那个谁啊，我看那个谁好像李永乐是吧？他专门教了这一下这个二进制的算法。反正二进制的算法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10进制转2进制就是各种除以2。这个一般来讲，你看每次除以2之后多吃一个啊，多吃一个桃啊，所以一共有多少个桃？你说这种题呢，说白了啊，这个程序员应该都懂啊，我感觉肯定是都懂，就是长在骨头里的东西啊。就跟你问我小兰，你说小兰你解说，你说三国时期啊哪个武将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啊，那我都不用说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现在走上路啊，这是必走的。走上路呢，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还有一个杜康酒，但是这个杜康酒呢，其实没那么秀啊。杜康酒这个东西啊，你该用点用。杜康酒是一个神器，就像刚才爆气，太狠啊！虎扑羊。把出题的人解决了，这样式的去阿里面试，怎么能让我这个快速的记住你？抡圆了胳膊，啪一巴掌啊，瞬间就跑，瞬间就跑。现在 HR 天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通过面试了，让我去公司一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诓我啊？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在诓我。是1534吗？我这边我这个哥们儿他是用那个软件求的，是1537。因为最后一天还剩下一个桃。蓝哥讲讲吕布的故事。吕布这个故事还用讲啊？吕布最开始是跟丁原、丁建阳一起，郁不得志啊，被许以一辆宝马车啊，然后购买制走。他管丁建阳要宝马车，宝马不给宝马车啊，也不给宝马车，连奥迪都不买啊，就连个日本车都不给买，所以说急眼了啊，急眼了。后来呢，跟了董卓之后呢，这个董卓呢，就是手底下有一个这个一线明星的这个小蜜，然后呢，这个小蜜呢勾引这个吕布，吕布看上这个一线明星的小蜜了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他就是得不到这个小蜜，回身把那个董卓给杀了，然后呢，又跟这个刘备走，然后管刘备呢要一个房子，刘备呢只给他一个毛坯房。然后吕布呢就生气了，吕布呢就驱虎吞狼的时候呢，他直接把刘备的这个大房子给占了，把他大别野给占了啊，大别野都装修好的啊，有300多平，背山面海，然后后面还有温泉，就给占了。占完之后，吕布呢不要个逼脸，然后呢他把那个毛坯房又还给刘备了。后来刘备呢，后来呢这个吕布呢有一批这个捷达啊，有一批捷达准备跑出租，然后呢张飞呢不要个逼脸啊，张飞呢带一帮人把那捷达全给劫了。劫完闹掰了之后呢，这个曹操啊就给这个刘备什么的就撑腰啊，俩人就去打吕布，然后吕布呢最后就被打败了啊，就是这么个故事啊。吕布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哎，1433好了，看看撩起来，我不知道啊，我没求啊。你就像什么呢？就是小狼作为一个解说，就好比玩游戏一样。你狼他其实你狼玩游戏玩的不好，但是你狼懂不懂这个玩游戏其中这个技术道理呢？多少是懂点，真的啊。你比如说，你像对于三国来讲呢，这个三国119我了解的就比较多。你比如说像那天那个段水流说小狼可能不太懂那个三国那个风云再起类的，那不是不可能不懂，那是真不懂。但是不懂能不能解说呢？也无所谓，因为毕竟啊，解说这个游戏的人吧。其实有时候多靠吹牛逼，你看我现在我连数学题都给你们出上了，对吧？太狠了啊！
关羽的故事，关羽这就简单了啊。关羽早年时期的时候吧，他呢就可能是跟人打架啊，就跟人打架斗殴，就小孩之间两个人就卯上了。然后呢那边呢就叫了个小混混，小混混呢这个表面上很牛逼啊，其实呢啥也不是，让关羽呢就不小心就3拳2脚就给打死了啊。关羽呢就急眼了，关羽呢这个赶紧改名啊，赶紧改名，改完名了之后呢，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城镇，然后呢去卖红豆啊，卖红小豆。卖红小豆呢，这个碰见了这个传说中的商业巨子啊张飞，他俩就卯上了，卯上之后他俩呢就互相拆台。最后呢，这个刘备一出场啊，化干戈为玉帛，两个人啊这个难兄难弟。张飞一句俺也一样啊，瞬间让这个两个不要脸的这个好基友，然后跟着刘备一起来着啊。最后呢，大家伙都知道了啊，一帮人参加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呢是张角、张宝、张良3兄弟啊，然后这个起义之后呢，这个关羽呢就去和张飞一起，两个人杀了一个无名小卒。好了，看看前手，再前手，4点，雷锋扫叶一个踩，这个前手是真暴力。你看啊，他这个东西很多人，你看这一下哇多疼啊，太不要脸了啊！张飞问你关于你这红豆保熟吗？你这我卖红豆还给你卖生豆蛋子呀啊？对吧？你对吧？你买不买？你不买还有别人要买呢啊！梆梆梆！好了，看看。这是秒杀 BOSS 比赛吗？不是比赛啊！比赛他俩能打出这个的话，那只能用一句不要脸来形容了。如果比赛能打出，就现场打出关飞19，就是冠军。我告诉你，他就是冠军，就毫无争议冠军啊！当然，现在呢，据说这个云雕组合正在崛起，秒的数啊肯定也不多。如果有人能打出这个17以上，应该是可以整的啊，可以整。关羽报的王平报的令有什么用啊？这个他王平报的那个令不叫令，叫免死金牌，单书铁卷。那个是干啥用的呢？就是张辽被打败的一瞬间，关羽急啊，然后说那个啊，君侯高义，这个反正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免死金牌在这里面呢啊，就是他用反了。正常呢是张辽跟着吕布投降曹操的时候，这个张辽呢使了个心眼儿啊，他没骂曹操，他是说啥呢？他说哎呀，只可气啊，当年呢啊，这个还是这个被你蒙混过关啊，没有杀掉你啊，才致使今天啊，你牛逼，你赢了啊，我祝福你啊，我祝贺你。但是呢，曾经你是手下败将啊，啥也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本身呢，高顺就已经死了啊，吕布也是肯定是要死的。那么这个张辽呢，就是这么回事了啊。那个张辽的话呢，这个正常也要死，但是呢，关羽呢站出来跟曹操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明公啊，就是 stop， 就多么的啊，这个张辽。这个非常的够意思啊！曾经这个在这个徐州啊，跟我们关系处的不错啊，一起喝了点酒啊，谈了一下人生，谈点理想啊，爱好都挺好啊，喜欢这个下象棋啊，一招巡河炮啊什么的啊，下的不错啊，下围棋下的都可以啊，这个围棋下的也不错，所以说我们关系处挺好啊，这个人你就收了吧啊，都是哥们儿啊，都是哥们儿，所以说还得是有人，我告诉你啊，但凡有人啊，有人就行。知道吧？这个非常有人情社会了。你有人能关键时刻站出来拉你一把，不就挺过来了吗？对不对？关键时刻，对吧？你说刘备，你说你比如说你说啊，这个对吧？刘备，你看，对吧？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你帮我求一下情。刘备要是求个情，这个曹操没准还真给放了。刘备当时就说：“哼，不牛逼了，不装逼了啊。”是不是啊？
以后见到我和我的粉丝必须叫一声爷，否则我见一次秒你一次。听清楚了吗，吕布啊？这吕布一脚牙一急眼，好，遁入幻境啊，脱木桩啊，就这个。反正啊，总体来讲呢，这个就得有人，知道吗？啊，高顺也挺猛，高顺是挺猛吗？人高顺见到曹操的时候怎么说的？就差点我跟你们学一下啊！但凡涉及到说脏字儿的啊，话，我都用嘟来形容。接下来呢，我告诉你啊，高顺是怎么说跟曹操说话呢？是曹操，你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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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拉出一斩了啊！就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高顺呢就是有点傻，这个人有点过分了，这个人啊。高顺如果要是给这个曹操如果要是收服了啊，曹操那个时候心气儿还是比较高的。他如果是等到后期啊，这个都对吧？你那个到后期曹操啊，就已经变成这个啊，已经变成一位这个有雄才大略的啊，就是已经非常成熟稳重了，不再哈哈大笑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后悔啊，当年如果把高顺收了多好，知道吧？啊，脾气太爆了啊！当时你知道吗？当时高顺这个把曹操骂完之后吧，这个曹操呢一激动一急眼，知道吗？当时就坐地下唱了一首歌。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就回来，嘟嘟嘟嘟嘟，我嘟嘟嘟。这一首歌唱完之后啊，这个手底下这个行的人啊，直接就是丞相已经发话了，赶紧推下去斩了，要不丞相疯了啊！要不然丞相必疯啊！赶紧啊！这个姓高名顺的小伙啊，就是不好意思了啊，再见了，直接就是啊。反正呢，曹操死的是不是这个高顺死的是那不是一般的惨。其实吕布呢也是，吕布是咋死的呢啊？你看啊，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原文说吕布是对吧？怎么行刑而死？他不是那个看《新三国》里面这个那么死的，他是先给他勒死。啊，先让他断气而死，然后呢，再把脑瓜子就是削下来，这个有点暴力啊，听起来有点暴力。但是呢啊，古代的这个行刑啊，这个残忍的有的是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残忍的行刑方式。这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就是包括你像这个商周时期啊，这个酷刑就严刑啊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刑倒不是很那啥啊，比如说啊，那个刑就是把这个咱们说啊，就是把人怎么说呢？比如说把你绑在一个床上躺着，然后拿一张纸蘸上水，然后铺到你脸上，然后再拿另外一张纸再蘸上水，再铺你脸上，然后再拿第三张纸，然后直到你嘎逼打了为止，啊，这非常的残忍啊！但是比这个残忍的方式有没有呢？有啊！我认为，行刑里面最残忍的方式啊，我是见过一个最残忍的方式，大家伙知道有一个方式叫炮烙是吧？好像这就是那个苏妲己献给这个商纣王的这么一个行刑方式。就是你们看过那个周星驰有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就大内密探零零发啊，大内密探零零发里面不有一个那个吴相皇他儿子不是可以黑白无常吗？可以变成两个形态吗？啊，然后据说就把他那个胸前放上一个吸铁石，然后那个大铜鼎，然后就那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就想一想就非常的爽啊！说那个惨，这个在西方呢，我记得啊，反正那个发音我也不太清楚了啊。刚才有人说叫什么叫刨烙还是什么的啊？我反正确实啊，这个你狼，反正是有时候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啊。西方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王啊，咱也不知道了。反正西方的这个国王，大家伙就是这个又亚历山大，那个又什么凯撒，这个又什么亚瑟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挺多明君，也有挺多暴君。反正据说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行刑，他就找这个匠人啊，专门做了一个大铜牛，好像是，还有一个大铜牛是吧？啊，这个一个大铜牛，然后这个行刑是把人塞进去，然后把这个牛再就放火底下烧通红，
然后直接就那你就给你烫死了呗，对吧？那就是非常残忍啊，那是非常残忍了。然后呢，这个据说啊特别有意思是啥呢？就把这个东西做好的时候呢，就是对吧？这个国王呢就说，哎，你做的你测试一下吧，你进去我看看能不能装下一个人。他进去，这国王砰把门给关上了，直接就烧了啊！这个第一个行刑者居然是制作这个的人，你说这个人也，你这个人他做这个东西，你说他图啥呢？你说你是，反正我挺残忍啊，是吧？关键有这个暴君好玩啊。他这个说句实话，这个要不说啊，这个古往今来有的暴君啊，确实太可恶了，真的啊，太可恶了。刚才有人说那个人质那个吧，就是大家伙看各种影视作品就非常多了啊，形容的也非常贴切啊。最开始就说这个吕后啊，咱们看过影视作品里面，吕后啊，专门这个当时就是吕后呢，就是刘邦的这个皇后，她呢这个最开始呢这个进入皇宫之后，因为她在生死线当中啊，已经被就是她跟她老丈人啊，不是老丈人，老公公。她跟她老公公已经被这个刘邦抛弃过一回了啊，对生死已经看得很淡。她知道刘邦这个人为人，然后后来呢，在这段时间内不找了个戚夫人吗？这个戚夫人啊，就跟他这个卯上了。等到这个刘邦一死，吕后掌权，然后就把他做成了人质，这是第一版人质。后来你们看那个《甄嬛传》不有讲这个故事吗？啊，说这个确实啊非常残忍。后来你们还有看那个《鹿鼎记》，韦小宝里面不是据说不是把这个谁把这个杨一之啊，这个吴三桂啊，把杨一之做成了人质啊，也有这个说法。反正呢，这个你这都是故事啊。商鞅发明的车裂，最后被车裂了。你们说句实在话啊，他商鞅他其实他跑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其实跑了，知道吧？但是呢，他这个严刑酷法啊太重了。那要说谁遵纪，哪个国家的人遵纪守法呀？这个当时这个秦国啊，真的是遵纪守法呀。他路过一个旅店，只需要歇息一晚上啊。他说你让我歇一宿。他说你有身份证吗？他说那个没有身份证。他说没有身份证你不让歇。你看我多给你点钱行不行？不行。为啥？没有为啥。这个我要是歇了啊，那就太惨了。结果呢就被抓了啊！多惨啊！你说啊？好了，来看看。标哎，再忍。好了，一个标升级5点，看没看见5点？前手飞龙在天，再前手亢龙有悔，关羽月下斩貂蝉。他这个你看啊，这个貂蝉呢原本是一个红色的啊，它是一个红色的。到了荆州城跟关羽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貂蝉就变成绿色的了。你们说明什么啊？好了，看看舆论点。哎呀，最后这俩时间不够。周泰还好吧？周泰能了解。你说那个什么来俊臣，我就不了解了啊。这个有很多啊，其实你像啊，大多数说《三国演义》比较通俗理解一下，可是呢，严格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呢，它就是《三国演义》，它不是历史。历史当中啊，很多人物跟《三国演义》里面完全它就是不一样。它《三国演义》呢，毕竟是一个小说，它是一个以历史传记为题材的这么一个小说而已啊。这个它毕竟有时候要编啊，要编。然后真实历史什么样呢？有没法理解。有一些特殊的人嘛，他就是我跟你讲，越是特殊的人，就是越重要的人，他编的就是只能是编的越少。比如说你像这个曹操、刘备啊，什么关羽、诸葛亮，像这些人呢，他呢正史当中什么样啊，小说当中什么样，他编的多，但是呢，他历史框架呢不能整。你比如很多人问我，那到底那个比如说那个邢道荣厉不厉害？首先，这个人呢，他是《三国演义》里面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呢，你正史里你就找不着这个人。因为你比如说貂蝉也是，他有的人呢就是无中生有啊，就是无中生有，然后真实历史上面写个无懈可击。比如说你像反《三国演义》啊，有这个什么马云禄，你们看啊，就是马云禄啊，什么张星彩，什么关银平什么的啊，这是感觉
名起的怪怪的啊。其实这个它这个东西，它就正史就是无懈可击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来看看，又是卡成了无敌状态。关羽温酒干貂蝉，干完之后此酒上温。你们不要老黑我二啊！其实啊，我跟你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关羽是武财神？好多你像啊，好多这个，你像香港那个警察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拜这个关羽啊，黑社会拜关羽，为啥？关羽这人讲义气啊，而且呢，这个人呢，非常的对这个字，说白了啊，对下人非常的好。但是关羽这个人致命的缺点也特别的多，甭管是演义还是正史，关羽啊，其实这个正史里面描述他也是一个，这人挺傲气的。不有那么一个故事吗？讲关羽这个人呢，准备好，先准备好飞轮，轮儿，抱气前手，飞龙在天，单 A 亢龙毁升龙，抱气就一共乘8，踩2点，前手过来，再前手，血杀1点，最后一次追地，前手，哎，被砍。不过还赶趟，被砍还赶趟啊！这个险象环生，但是最终还是秒杀成功。哎，关羽不有个这么人吗？说有个人嘛，特别喜欢拍人马屁，拍当官的马屁，然后呢，这个获得权利和利益，然后呢，村民们非常怕他，得罪他之后呢，这个人他就想办法就把这帮人整死啊，或者说是啊怎么地。然后关羽听说有这个人之后吧，关羽就说他妈这个人啊，留在人间是一个祸害。我关二爷啊，今天对关公发誓啊！我关二爷今天对关公发誓，我一定要斩杀此人啊！关二爷在上啊，我绝对是啊！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就直接站出来说这个，哎呀，你看啊，这个二爷啊，你看啊，你呀，你是什么人物啊？那先夸了一顿啊，说你呀，对吧？温酒斩华雄，温酒干貂蝉是吧？对吧？此酒上温是吧？哎，你还是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你那么厉害。关羽说：“你少给我来这套啊！少给我来这套！早就听说你拍马屁的功夫啊，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动如蛟龙吐火球，是静如乌龟你吐口水呀！我可能是不会上你这个当的。”他说：“你不是，我不是要拍你马屁。首先，你是不是这个人？咱先不说啊。你首先你看啊，你看我呢是一个小人。”对吧？你杀的人都是英雄，都是对吧？有本事的，我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你杀了我，不是脏了你的刀吗？这关羽寻思他妈也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算根哪根葱？我杀这个人是对吧？这华雄怎么厉害？我杀这个人颜良温丑怎么厉害？你说我杀你，我图啥？对吧？我杀你不脏了我的刀吗？操！现以后老实点啊！就这个啊。保了一条命，为啥？还是拍马屁。他拍的是什么马屁呢？他就说这个关羽这个人性格问题，对吧？所以说投其所好啊，是一个非常屌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非常厉害啊。要知道啊，当年关二爷和这个张飞、刘备他仨结拜的时候啊，关公在上啊，我等3人这个结拜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关二爷作证，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关羽为什么看不上黄忠？关羽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看得上黄忠啊，但是呢，关羽在正史当中呢看不上黄忠，因为黄忠太老了啊。知道啥意思吗？老么卡死眼了。你看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你说吧，踢足球，很多人说，哎，这个中国足球行不行的？你说有，咱们叫中国足球，你像郑智38岁老将，38岁老将，我操，过分了啊！38岁都是老将了啊！还有前两天我记得看那个最有意思的，看那个电竞呢，据说是什么英雄联盟，英雄联盟呢，这个怎么说啊？英雄联盟说那个说这个选手已经21岁了。啊，21岁已经是一个21岁的老将了啊！这听起来贼扎心，你知道吗？你狼哥都31岁了啊，都马上32岁了，然后还给他扯那些有的没的啊！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奥运会，我看那个奥运会也是啊，那个奥运会有意思。奥运会呢，这个体操运动员啊，19岁老将，我操，过分了啊！什么那个时候什么程飞呀，什么张璇啊，不是，这不叫张璇，那叫什么刘璇，
老将啊，真的是。好了，看看一顿 A。据说啊，你们看那个谁啊，就是那个张耀扬。张耀扬呢，虽然说前几年啊，因为吸毒的这个风波啊，这个被抓进去了。这个你也知道啊，这个我是看不上吸毒的人，我说实话实说，就是就像这个网上说的，说每个人你都要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个人觉得啊，人呢是办错事不能办坏事，可是啊，吸毒啊，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但是呢，咱们不说这个事儿啊，咱说其他的事儿。这个张耀扬呢，他是什么呢？他曾经是什么呢？就是他拍完那场戏，就是把那个关二爷的那个像给砸了。拍完那场戏，据说啊，这个吃斋吃了好多天，啊，据说是啊，当然咱也没考证过是不是真的，反正有这个说法。你们看那个武义探长雷洛，好了，这个秒杀就比较简单了啊。看那个武义探长雷洛，你看那个香港警察也带关二爷，为啥呀？你看，对吧？雷洛传，他就是那个电影里演的特别有意思，他找一帮老外啊过来，一人手里拿个香，来，这是对吧？这是 Chinese God 啊，就拜关二爷，对吧？对，刘德华演的这个，要我说吧，那个你看那个雷洛传吧，这刘德华演的还真可以。我看那个黑金那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黑金呢，说句实话啊，那真是把咱们这个中国台湾啊给黑的这个有点，给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党派政府啊黑的这脑瓜嗡嗡的啊，确实是是不是真事儿？我告诉你是的啊。但是那里面的刘德华的演技完全被梁家辉给，刘德华是主角，但是你看着，你感觉好像梁家辉是主角，是不是啊？过分了啊！好了，看看现在一个龙，一个雷，白色的哥哥，一会儿看看啊，二鹰战吕布。黑金不是梁家辉主角吗？其实主角应该是刘德华的，按照这个定位应该是刘德华的啊，但是演着吧就被盖过去了，你就没招了。一个多，好了，独上双爆，前手，哎，这个前手好像打的不是很多，不过呢够用啊。像这种一管冒头的血量，对于这种4招1式加3追啊，根本就不用打满，你看。直接就死了，所以说这个有点小小的伤害，技能残留判定啊，这个就够用啊，就够用的。你看那个黑金里面，你看那个部长，感觉就你看啊，梁家辉是一个黑社会，但是这个黑社会呢啊，该忍的时候忍啊，他有的时候呢他也挺凶狠，挺霸道啊。然后有的时候呢，他给你讲江湖义气。你看起来他感觉好像他还讲点道理。你看那个部长简直是不要脸，那部长演的是真好。你那个黑金那个电影啊，刘德华是纯小厨了。反而你看那个谁，那个里面那个部长啊，演的是真好啊。那个部长演的，他把那种就是那种政客那种什么老奸巨猾，这个贪得无厌啊，哎呀，那演的是真好那个人啊。好了，看看接下来是陆逊，张飞先手抱歉一个多，没读上啊，不算失误啊，没读上而已。飞轮起手，前手过来，飞龙在天。好了，看看再来，再前血杀一点，过来一追，再前手血杀再来一点，一个追，前手过来，再前手亢龙有悔，哇！好了，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讲经解说呢，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啊，咱们下期啊再见啊。好了，这个地方要刻盾书啊，这个地盾书啊也一样。小的们看招，娘呀！
你买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我们都是开 bad。好啦，太狠了啊！你狼的配音，它每一个发音你狼都能配的完完整整的。好了，站在火里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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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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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真的是撤了，精神病啊！当，好了，看看，接下来呢是还剩下8个 boss， 能秒9个啊，还剩下8个 boss， 不对。正常来说呢，就是还剩下7个 boss， 能秒8个啊，说错了。这个孟获可以秒2次啊，孟获可以秒2次。梆梆梆梆梆梆。其实配音啊，完全有点适合不适合，知道吧？啊。当小狼唱歌好听吗？当然好听了啊！其实我特别擅长唱儿歌，比如说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或者说是那个啦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啦中太阳。还有一个就是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我唱儿歌，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都是文艺委员的，老师没有上课，我们就开始唱歌。老师一进屋，起立啊！老师好，一下课起立，老师带电，就这个啊，有派头的，狼哥有派头的啊。贵族跑了7个，哎，贵族我眼瞅跑7个啊，不要个逼脸，这都是犯罪行为，知道吧？好了，捡起来。哎，小雪人雪糕啊，雪人雪糕。说完回来打死。老师带电，喊起来就听不明白啊！小的时候你们真的，你们想一想，就有时候这课堂上特别有意思啊！大家伙都知道小狼名叫吴晗啊，大家伙都知道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小时候一说到那个三家村札记，有一个叫吴晗、邓拓、廖沫沙啊，我不知道为啥啊，一旦说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操，那个吴晗那个声音就已经整个人屋都快喊爆炸了，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不由自主的，他不是说有1个人2个人喊，全班人喊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这个声音加到无限大。就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啊，最开始他叫李想，最开始名字叫李想，那叫李想的人很多，我现在还有个朋友叫李想的，但他没有改名。这个最开始他叫理想，然后呢，每次我们唱歌啊，就是比如说唱歌唱的为了理想永远前进，为了理想永远前进，为了理想永远前进，就这个，这天天为了理想。那每次这个歌，它是毕竟咱们得唱啊，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理想这2个字特意放大，过分了啊！好了，看看。现在张飞要打分啊，没招啊！这个地方张飞该打分的时候该升级，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打分还蛮快的。爱的魔力转圈圈，来一顿好吃，没啥事带个包子。这张飞他不愧是开肉铺的啊，肉铺加那个。包子铺连锁啊，自己的肉铺，自己的这个包子铺，然后进货渠道都是一站式服务。这个包子这里面是啥馅儿的？刚吃了个韭菜鸡蛋的，这是啥的？蘑菇肉的，玉米肉馅儿的啊，东坡肉、排骨肉、酸菜肉啊。啊，你们吃包子，然后吃过最另类的馅儿是什么馅儿？就最理解不了的馅儿，怎么就是吃包子怎么还有这种馅儿？你们最另类的是什么馅儿？我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猪肉葱花馅还是另类吗？过分了啊！梆梆梆，榴莲馅的，胎盘馅的，那个胎盘你们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胎盘这个啊，这个好像据说据《本草纲目》里面说，好像它有一个药的学名叫紫河车啊，好像叫紫河车。据说这个慈禧太后啊，就喝这个吃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滋补，好像确实有一定的功效。你要非得扯呢，就是有点恶心了啊。榴莲馅的，芹菜粉条的，芹菜怎么了？芹菜馅很正常啊。臭豆腐馅的，没馅儿，馒头馅儿，不是最开始包子，最开始的馒头就是里面加馅儿的啊，馒头它是有馅儿的叫馒头。你们知道，比如说肉馒头就是后来就叫包子了啊，就包里面的馅儿，肉馒头嘛啊。一个多，好了，两个多，亢龙有悔，暴气升级，张飞追地，前手，再追地，二追挑起来前手，单 A 前手，好的。许啊，直接秒掉。我其实我吃包子馅我没有吃过这个另类的，我吃那个粽子啊，我吃粽子。这个粽子我吃过最傻逼最傻的馅就是猪大油馅，它不是里面放的全是肥肉，它放的是猪大油。这家给我吃的，哎呦我这家伙，哎呦我都不知道为啥有这个馅啊。当时那个我有一个阿姨，然后给我家送粽子，送了一兜子，估计得有个20-30个，这其中有2个就是猪大油馅的，我去你妹的，没法吃啊！猪大油馅的，然后再就是那个啥，再就是那个，还有个是什么？就是吃月饼啊！我一直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月饼叫青红丝？青红丝月饼是谁发明的？我真是5仁我都能忍。真的5仁我都能忍，那青红丝那是有点不要脸，那是啊！你发明那个月饼不浪费粮食吗？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吃不了玩意儿。好了，看看这个一会儿啊，1货和2货，粽子鱼香肉丝馅那也能理解，就是猪大油馅的理解不了啊，猪大油馅太过分了，就是。萝卜做的青红丝馅儿，这是过分了啊！其实这个人的口味会变的。我小的时候啊，你就别跟我提姜，真的姜没法吃，大蒜根本就不想吃，葱还能强一点。现在啊，有很多菜你不放大蒜，你不放姜，那就没法吃。比如说你喜欢吃鱼，你吃鱼你能离开来姜吗？及时鱼送姜吗？没有姜你就对吧？这还吃鱼啊，对吧？这个就姜啊，就是说蒜也是，你像现在有一些就是大蒜啊，就是好吃。然后东北的烤串店还有烤大蒜啊，吃那个炭烤生蚝，这个大蒜啊配上大蒜拿油过一下炒一下，炒完之后，这个兑一个海鲜汁儿，整点小米椒。然后整点香菜，炭烧生蚝，牛逼的啊，好吃的啊！好，来看看，好多人好像对那个香菜受不了，一个多。好了，张飞看老虎，然后帮挡那个看老虎。好的，血杀追地一挑，二追，前手。好了，再追一手，张飞一个前，好的，爆气的这个前跑效果啊，速度非常的快，可以的啊，确实可以的。这个香菜，我看了一个科研报道啊，说有的人对香菜呢是2极分化的，有的人就喜欢吃香菜，就是没有香菜就觉得就好吃，吃火锅吃啥都得放香菜。有的人认为这个香菜啊千万别放了真事儿啊，啥也不吃了。就据说啊，好像这个是跟这个遗传好像是有关，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就是你这个人本能的就排斥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本能的排斥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科学认证呢？据说有，但是也有就是那种就前半辈子不吃，后半辈子不知道突然哪天开窍了。比如说你狼啊，最开始就是你狼最开始就不喜欢吃什么呢？就不喜欢吃你比如说有一些嘎咕东西，比如说你知道那个靠大鹅。靠大鹅呢，就鹅这个东西吧，也可能是真的是小的时候做的不好吃，就小狼是真的不喜欢吃鹅的，知道吧？真的不喜欢吃，闻着那个味儿都想吐。有一次吧，就碰见有个人做这个靠大鹅，就相当好，就感觉吃完之后，我觉得比我吃过最好的排骨还要好吃。你怎么没法说啊？那真没法说，咋说呢？可能也是因为还有高手啊，还有高手。香菜过敏啊？过敏不算啊，这个对一个东西过敏不愿意吃，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是那种就是咱们说对于口味的问题。其实香菜翻译成香菜啊，感觉也是怪怪的啊。对吧？小的时候不吃姜，对吧？不吃姜不吃蒜，长大了就吃，而且娃娃喜欢吃。我小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一道菜是什么吗？我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一道菜叫番茄蛋。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说西红柿明明就是生吃的。好的，一个夺，1、2、3、4，前手，飞龙在天，从根上薅啊，再一个前手，挑 A 追地一挑前手，再前手。他为什么张飞要先爆气？你知道吧？因为他一会儿你看啊，他爆气首先是要追，好了，看看再一个前手再打完。他不练必杀的话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我看那个朋友圈里面有个人拿那个手机照了个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盆里有一个猪骨头，然后是骨头汤，然后呢，他底下配字写了5个大字“妈妈的味道”啊，让我感觉这有点毛骨悚然，我操，有点毛骨悚然的啊。这个柿子啊，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柿子是对吧？你柿子炒鸡蛋它咋吃啊？那玩意儿它过分了，柿子那个味儿就感觉受不了。后来现在啊，就我不仅是挺喜欢吃的，而且我西红柿炒鸡蛋那是一绝，是吧？我做这个菜啊，真的，我做完之后哪次我做多少吃多少，真的连盘都给舔干净了啊。好了，看看。它不是那种啊，就柿子吧，就感觉就是水果。我小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西红柿在我心就是水果，明白吗？就好比现在你跟我说山楂，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要炖牛肉里面放点山楂啊，就是让牛肉呢就炖的烂一点，大家伙能理解吧？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会做牛肉的人应该都知道，里面放一颗山楂，然后炖，啊，就是炖的烂。这个确实是真事儿，但是呢，你要让我小的时候，我就想，首先呢，小的时候呢，山楂很少吃，但是呢，就是最常吃的是什么呢？是冰糖葫芦，糖葫芦好看呐，竹签儿穿，就这个冰糖葫芦。你说你把冰糖葫芦，我们就会就那么认为，就是你把冰糖葫芦跟牛肉放一块儿，你不是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这真的是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山楂糕、山楂条我都吃。我小时候最理解不了的一个东西叫羊梗，羊梗我是真不喜欢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小孩喜欢吃羊梗。羊梗可能很多人发音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啊，就叫羊梗，就有点像一个糕似的，但它不是山楂糕，它也不知道是啥做的，甜不溜嗖的啊，叫羊梗、羊羹啊，过分了啊。番茄蛋饭25块半，多谢。你说的是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柿子，柿子是柿子，西红柿是西红柿，这个是可以。番茄好像就是西红柿了，这个就是这样的啊。我来看看。感谢我现在时间长了的 G 卡，老李现在很无助啊。老李说，老李过分了，感觉
羊柿子，对。好了，看看说秒就秒啊。其实吧，秒19呢，大家伙看着啊，你看你这么一看，他这么一乐，事实上这个秒杀呢，现场打的比赛好不好看呢，都是看大神失败的。你看成功了，你要不要祝贺？要祝贺，但是谈何容易？越是比赛，越容易造成心理恐慌，很难受。好的时候有小的哎，咱小的时候你说啊，现在你们吃不感觉怪怪的东西，小的时候管它叫黑暗料理，有没有那种黑暗料理？就小的时候觉得怪怪的，长大了之后觉得能理解的啊。黑暗料理啊，我小时候感觉有很多黑暗料理。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我这辈子我就是不吃那个酸菜，谁让我吃我也不吃，那是不可能吃的，这辈子不可能吃的。然后啊，真香啊！就这个啊，当我还真不是说稍微长大一点就吃了，我是啥时候吃的呢？我是这个20多岁了，我先从哪接受的呢？就是这个吃烤肉呢，有个烤酸菜啊，逐渐的接受，但是炖酸菜还是不吃。后来呢，有一个叫川白肉，有一个菜叫川白肉，叫入水白肉啊，这个就拿酸菜搞的。这个川白肉是确实是啊，我就喝这个汤，一勺一勺的啊，我真是过分了啊，真香啊！这个。1天3顿连吃1个月西红柿炒鸡蛋吗？大哥，那不得吃成傻逼了！1个多，抗流回，好的，暴气升级，张灵剑。这个地方用张灵剑来补了，因为之前你们看到啊，因为之前咱们正常来讲呢，咱们这个白干酒啊，白干酒已经是用在哪儿了啊？用在那个地方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张飞呢也是要补救一下。正常啊，咱们你说一个升级一个爆气，再来一个爆气，对吧？就是白干酒爆。这个酸菜这个吧，大家伙儿不要误会，酸菜分2种啊，一种呢，这个菜本身的名字叫酸菜，比如说你吃那个酸菜鱼。或者是比如说啊，这个你们吃那个米粉啊，有个叫什么米粉呢？叫比如说这个无名园米粉吧啊，这个然后里面就那个酸菜，那是一种菜，那个菜的名字叫酸菜。我们说那个东北的酸菜啊，它是那个拿大白菜腌的酸菜，是用大白菜腌的啊，它不是说它这个一出生它就是个酸菜，没有那个说法啊。东北的大炖菜，包括你像什么猪肉炖粉条。猪肉血肠，什么酸菜炖血肠，哇，真的那好吃的要死，真事儿啊！你就吃吧，真的来东北了就这些东西啊。顺便的打波广告啊，可以加一下你狼的微信啊，不，你狼嫂的微信，含13149羊，哎，然后呢购买一下狼嫂的山产品，比如说蜂蜜，比如说蜂蜜啊，这个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秘制而成。各种蘑菇木耳啊，再加上红酒零食。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山野菜啊，其实你们现在买是特别好的啊。这一波广告打的怎么样啊？是不是非常的低级？无名园，哎呀，这个现在的无名园都有的都半死不拉活的。这种快餐店，你打不打广告的，它没有意义的啊。我卖血肠吗？我卖你个鬼喽！血肠那东西它没保存起来，那怪怪的啊！胃炎药粉，好了，准备好。铁甲兵是有点恶心的啊。对，韩一生一世就爱羊，韩就是你狼哥的名字，不叫韩吗？羊是你们狼嫂的名字，叫羊啊。飞龙在天，前手，飞龙在天，血杀，再前手。哇，这炸花太猛了啊！1个多，小道具关键时刻能救命，你看，前手好的，再前手，魏延死的太惨了，死在关羽神刀之下。杜康九，大人参，当归，乌拉草，
黑暗料理发我微信了，这暴雪过分了啊！这是啥意思啊？啥黑暗料理？牛奶炖蛤蟆，牛奶炖蛤蟆，这操！你这蛤蟆还能强点，要炖癞蛤蟆呢？啊，有点东西的啊。狼嫂是哪个羊？是美羊羊啊。九阳神功。红肠我拿不到1级代理，我能拿到，为什么我卖的又便宜质量又好？我是1级代理啊！别看你狼哥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网红，也可能2019年、2020年你狼就是一个公知啊，一个大 V。告诉你，有点东西的啊！果子狸炖水一边，那不是超级警察故事？超级警察那个叫什么？警察故事之超级警察那个乡下那个果子狸。水鱼大家伙都知道，就是王八啊！水鱼鞭，哇，真是你怎么割出来的呢？逗死了啊！我们这都吃林娃，谁吃哈士玛呀？哈士玛那都是我们这就管它叫蛤蟆，知道？那说白了，那都不值钱，在我们这值钱是林娃，现在都已经是保护动物了，不能吃了啊！在我们这现在有好多就是说难听点，有一些走后门的。能吃着，但是你也知道，蛤蟆是益虫啊，林蛙那更是了，是吧？益虫你随便吃，现在自然环境都破坏的有点太严重了。网红的霸主还是网红，所以说你看冯提莫什么的啊，就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对吧？这个明星流量啊，无论这个流量变低都行，就必须。以后可能有机会会拍个什么电影，先从网大做起啊，先拍个网大作品。你狼都没准啊，你狼没准都可以拍网大了。我告诉你，你狼特意去取过经，学过怎么拍的。那个电影名字我还记得叫什么《麒麟特战队之机甲核心》，豆瓣评分2点几，豆瓣评分有点少啊。但是呢，确实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啊，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你不学你是不知道，一学你就吓一跳了。来，准备好，1、2、3、4，这边已经先手爆蟹，飞龙在天，看刀，跳 A， 一个挑再前手，又是一顿前，亢龙有悔。要不要我狼红肠出个厂价？你说的是商委的还是丘陵的呀？你对吧？你得拿到这个好价格的，拿到好价格，你狼嫂都得天天吃。你狼嫂对这个红肠啊，真是爱不释手，真是天天吃小狼的红肠啊。好了，这张飞太猥琐了。我看这黑暗料理还有啥？黑暗料合同，我操！黑暗料理太狠了。好了，先调成无敌。96到02一币低保你都打过了，还有什么游戏好赞助我？2003， 2003， 95， 94我是过不去了，反正前手再前手，好的暴气升级，杜康9前手，追地一来再前手，血杀，太狠了！乐虎鸭子可以啊，除了左慈啊，来自于装逼狂魔小飞加上迷失之风啊，他俩啊，除了左慈秒不了之外啊，剩下的全秒啊，非常的牛逼。